第121章话术经验的对比。我认为，我要是知道答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早就想办法间接的把情报递交上去了。伦纳德无声咕哝了2句，于心里斟酌其语言。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笔直站立的自己虽然正俯视着道恩唐泰斯，但悠闲坐于安乐椅上的富翁先生反而占据了气势的上风，就像一位随意听着手下汇报的高位者。这让伦纳德颇有点不自在，下意识环顾了一圈，拉了把椅子过来，半习惯半故意的往后靠坐道：我认为他，或者说你们，是在寻找某件物品。在停更时，他混入职业者中，是在寻找某件物品。在贝克兰德，他潜入查尼斯门，也是在寻找那件物品。第一次时，他没有收获，所以借助因斯赞格威尔的袭击，假死脱离。第二次时，他还是没有找到，于是什么都没拿，直接离开了查尼斯门后。伦纳德在这几句话里，用笃定的语气透露出自己已经掌握格尔曼斯帕罗是夏洛克莫里亚蒂是克莱恩莫雷蒂这些情况，想以此形成压迫效果，让道恩唐泰斯不再那么平静，不再有狡辩的想法。果然，他去挖了我的坟。克莱恩颇有点感叹的在心里喝了一声，拿起装有红葡萄酒的酒杯，轻轻摇晃着道：你认为在没有确切的情报前，我们会连续2次做出鲁莽的试探？要知道，这种事情只有1次机会，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再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谁会在目标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依靠行动来验证猜测？他默认了我的说法，克莱恩莫雷蒂就是格尔曼斯帕罗，就是信奉愚者的那个隐秘组织的成员，侠盗黑皇帝。伦纳德努力不让自己的眉头皱起，将右脚搁于左腿上道：所以，不是没找到，而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失败。在这2个阶段，廷根市圣塞琳娜教堂和贝克兰德圣塞摩尔教堂相同的事物只有2件：封印物2到49分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是他，克莱恩莫雷蒂就是因为他才加入职业者的。虽然推理过程错误，但答案却是对的。克莱恩呵呵一笑道：我们的头脑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他根本没必要加入职业者。在你们获得前，他有足够的机会，而就算是你们获得后，他也不乏可能拿到。当时的情况，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还有，既然目标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那他这次为什么不拿走？被道恩唐泰斯嘲讽了一句的伦纳德米切尔这才发现自己临时产生的想法充满了逻辑上的矛盾，内心一阵惭愧，略微带上了点怒意。他悄然吸了口气道：那他为什么会用不同的方法2次混入查尼斯门，而这次不仅什么都没拿走，什么也未留下，自身还进入了奇怪的状态？伦纳德话音刚落，就看见鬓角斑白的道恩唐泰斯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后面那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你该去询问黑夜女神，她什么意思？伦纳德顿时又惊又疑，难以想象圣塞摩尔教堂查尼斯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他听见道恩唐泰斯低沉笑道：至于你第一个问题，我想你大概误会了一些事情。我们组织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目的加入，选择改变自身的信仰，而在此之前，他们的人生依旧属于自己。就像我，有过去，也有现在。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给自己取的这个姓唐泰斯。伯爵归来，他为复仇加入了信奉愚者的隐秘组织，来到贝克兰德。伦纳德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克莱恩顿了几秒，随意品了口红酒，含着笑容继续说道：也是为了复仇。克莱恩刚才故意提及自己现在的姓唐泰斯，提及复仇，就是预先将自身和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莫雷蒂做一个区分，免得伦纳德事后想到2人有相似的目的，存在共同之处，猜测也许潜藏着更深层次的关联。本身主动说出这件事情，可以让听者心中形成思维定式，下意识跟着话语的内容逻辑走，将道恩唐泰斯和克莱恩莫雷蒂当成2个完全不同的人，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想复仇，而在这个世界上，复仇者绝对不止这么2个。伦纳德不自觉放下了翘起的右腿，身体微微前倾道：复仇？他想向谁复仇？问完之后，他眼中儒雅英俊的中年绅士略微上翘了嘴角。兰尔乌斯以及因斯赞格威尔。伦纳德脱口重复，表情难以遏制的连续变化了几下，最终归于沉静。
他碧绿的眼眸注视着前方，短暂没有了焦距，不知在想些什么，思考着什么。呼，默然许久后，伦纳德吐了口气，松开了本能握紧的双手。他嗓音略有点沉哑的问道：“莱尔乌斯真是他杀的？”当然，克莱恩暗自唏嘘，平静回应。伦纳德张了张嘴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未能开口，又紧紧抿住了嘴唇。克莱恩见点一下的目的已经达到，当即岔开了话题，呵呵笑道：“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目的，或者需要帮助，同样可以诵念他的尊名，也许会获得回应。他那个隐秘存在语者。”伦纳德以为道恩唐泰斯是在习惯性传教，试图将自己发展入那个隐秘组织，所以没有做过多思考，用沉默给予了回应。克莱恩转而笑道：“对了，转告帕列斯索罗亚斯德一句话，我们组织的一位成员在神器之地见到了毒神者阿蒙。”这句话的信息含量极大，弄得伦纳德短暂竟不知该做什么反应，脑海里回荡的竟是相关的念头。神器之地，七大教会便寻不到的神器之地，他们这个隐秘组织竟然有可以进出神器之地的成员。毒神者阿蒙，老头说过，他在躲避一个姓阿蒙的高序列者，他正是被对方重创，才不得不辗转寄生至我体内。道恩唐泰斯说话的口吻和姿态，真的像第4纪存活下来的不死怪物，而且和老头处在同样或者相近的层次。在他面前，我真是一点优越感都没有，甚至缺乏自信。想法闪烁间，伦纳德勉强回神道：“我会转达给他。”在伦纳德进入别人梦境后，那位老爷爷看来无法精准的掌握他的感官，否则听到毒神者阿蒙时，应该会有些异常反应。之前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的话语也能佐证这点，直到诗人同学真的遇险，那位老爷爷才有察觉，才做出行动。很好，他不是完全的寄生。克莱恩一边解读着暗藏的信息，一边笑道：“你可以回去了，也可以放心，我的目的不在黑夜教会指接下来的目的，而非以前。”克莱恩默默在心底补充了一句。伦纳德已获得了足够多的信息，不敢停留，离开椅子，行了一礼，然后他拖出了道恩唐泰斯的梦境。圣塞摩尔教堂背面街道的一个房间内，伦纳德苏醒了过来，听见体内寄生者略显苍老的嗓音回荡于脑海。他说了什么？伦纳德斟酌着语言道。他直接承认了自己是信奉愚者的那个隐秘组织的成员。化名为格尔曼斯帕罗的克莱恩莫雷蒂也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复仇，各自的复仇。帕列斯索罗亚斯德沉默了1秒道：“他有说克莱恩莫雷蒂为什么能复活吗？或者怎么做到那种程度架死的？”伦纳德回想了下道：“他给的解释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给予的诅咒。”直到这个时候，伦纳德才发现道恩唐泰斯的用词相当奇怪，能够让一个死者复活的力量，竟然被称为诅咒。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疑问，默然几秒后道：“他还说了什么？”伦纳德没有隐瞒，坦然说道：“他提到了毒神者阿蒙，说他们组织一个成员在神器之地遇上了对方。”老头，这就是你提过的那个阿蒙？略显苍老的嗓音隔了好一阵子才回答道：“应该是。”他顿了顿又道：“我在想，道恩唐泰斯，不，他背后那位愚者，也许真是我的哪个老朋友。”老头自认为比道恩唐泰斯高1个层次，甚至不止。他是地上天使。伦纳德略作思索道：“哪个老朋友？”帕列斯索罗亚斯德没有回答，转而问道：“你还要找机会将道恩唐泰斯和克莱恩莫雷蒂的事情透露出去吗？”伦纳德豁然沉默，于10来秒后低沉说道：“暂时不，也许我和他们还有合作的可能。”而教会这次并没有遭遇实质的损失。他体内的寄生者未再说话，似乎又进入了睡眠。伦纳德则缓慢抬起了脑袋，望了眼前方的资料，闭眸幽暗的低语道：“他将我甩在了后面。”第122章告解。清晨时分，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起床洗漱完毕，没急着开门出去，先行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旋即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让这假人虔诚祈祷道：“伟大的愚者先生，请转告达尼兹2句话。我需要他提供西拜朗的资料，最好有附带人脉资源。还有，让他最近小心黑夜教会的人。”黄金梦想号上，比贝克兰德更早看见太阳的达尼兹正拿着一杯麦芽啤酒，坐在阴影里，躲避着毒辣的光芒。再有1刻钟，又要开始上课了。
船长说，一位合格的宝藏猎人必须掌握足够的数学知识。哎，这真是让人头痛，可又有点期待。狗屎！达尼兹单手搁在膝盖上，咕噜喝了口啤酒。就在这时，他眼前灰雾弥漫，出现了一道俯视着万物的模糊身影，耳畔则回荡起格尔曼斯帕罗的声音。西拜朗的资料，虽然我们有去那里寻找过失落的古代宝藏，认识了几个部落的土著，但也就这样了，更多也说不出来。真是麻烦啊，又要奔波了。格尔曼斯帕罗怎么这么多事情？达尼兹无声抱怨了一句，随即警惕的左右张望了两眼，害怕那个疯子突然窜出来。吸了口气，想到自己要努力变强，不至于在船长遇到危险时完全帮不上忙，只能可耻的躲在后面。达尼兹又用未拿酒杯的手掌拍打了自己脸庞几下，猛地翻身站起。他当即离开阴影位置，找到铁皮、水桶等同伴，询问想深入了解西拜朗的情况，该请教谁谁谁这件事情，得到了近乎一致的答案。船长艾德文纳·爱德华兹，或者之前在船上参加过篝火晚会的安德森·胡德，直接请教船长会不会被他怀疑，让他觉得我有秘密，暗中在为别的人效劳。可是安德森那个家伙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狗屎！达尼兹一时陷入为难，忍不住转开思绪，考虑起格尔曼斯帕罗后面的那句提醒，小心黑夜交汇的人。达尼兹并不愚蠢，知道能被疯狂冒险家特意强调的事情不会简单，也就是说，他相信自己接下来大概率会成为黑夜教会重点抓捕的对象，被红手套疯狂追逐。除了黑夜教会，风暴教会和军方也在针对我，据说各自派出了一整支队伍。达尼兹心头发颤的想着，他很快露出了疑惑和苦涩混杂的表情，低声自语道：可我什么都没有做过啊。将搜集西拜朗资料的话语转达给新之上将加德利亚后，克莱恩离开灰雾之上，返回到现实世界，与往常没有区别的用起早餐，上家教课程。等到午后醒来，他在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的帮助下，换好外出的正装，登上了早就停于门口的马车。去圣塞摩尔大教堂，克莱恩半靠住箱壁，吩咐了车夫一句。他考虑到自己还保留着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认为最好不要轻易改变之前的人设，所以去圣塞摩尔教堂的频率不能变低，捐献的款项不能变少，而且这还能有效洗脱一定的嫌疑，毕竟很难有人能想到，之前潜入查尼斯门后的罪犯不仅没有逃走，反倒大摇大摆重返了教堂，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感谢罗塞尔大帝，感谢他没有抄袭犯罪心理学，没有指出很多高智商罪犯喜欢回到作案的地方，欣赏自己的杰作和别人无可奈何的表现。克莱恩在心里咕哝了几句，端起理查德森弄好的红茶，轻轻抿了一口。湿润好喉咙后，他看了自己的贴身男仆一眼，状似随意的问道：你对东拜朗和西拜朗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坐于旁边的理查德森没问缘由，想了想道：东拜朗更安定，西拜朗更混乱。简单回答完毕，理查德森侧头望向雇主，发现道恩唐泰斯已半闭上眼睛，摆出一副你继续往下说的样子。理查德森挠了挠耳后，斟酌着语言道：还有贫困、饥饿以及鞭打。东拜朗和西拜朗原本的那些人曾经都崇拜死神，后来因信仰女神、风暴之主、永恒烈阳等正神有优待，可以获得地位的提升和教堂的保护，出现了大规模的改信。不过随着改信者的增多，那特殊的地位很快就没有了。处在底层的许多人又偷偷崇拜起死神，这一点更混乱的西拜朗表现得更明显，死神的后裔总是能得到大量的拥戴。这些都是我那位父亲喝醉之后偶尔提到的。克莱恩安静听着，没有打断贴身男仆的讲述，也没有再追问什么。很快马车抵达了圣塞摩尔教堂外面，克莱恩先在广场上欣赏了一阵白鸽的飞舞，然后才进入大祈祷厅，摘掉帽子，连同手杖一起交给了贴身男仆理查德森。他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于昏暗的环境里望着圣坛，望着点点星芒和黑暗圣灰，心里陡然涌出了些不安、尴尬和没底气。如果他猜测的没有错误，自从接触圣剑，以此立誓，他应该就被女神注视着了。每次进入教堂装模作样祷告，都很有种披着皇帝新衣游街的感觉。也不知道女神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教会又处在什么立场。先试探一下。克莱恩交握起双手，抵于嘴鼻前，看似认真的做起祷告。过了7-8分钟，
他慢悠悠起身，走向奉献箱，拿出50金镑纸币，虔诚地投了进去。做完这一切，克莱恩拐向了侧面的告解室，推门而入。与最古早的忏悔室是个开2扇门的大木箱不同，现代的告解室独立成房，空间较为宽敞，忏悔者与倾听的主教被一面木条制成的挡板分隔，各有座位。克莱恩借助微弱的光芒坐到了那张椅子上，然后听见木条挡板后面的主教嗓音醇厚的开口道：“你有什么想说的？”与神眷顾着他每一位信徒，克莱恩遂抬起右手，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道：“赞美女神！我要忏悔，前2天军方的人找到我，希望将一批枪支和火炮卖去西拜朗，为那里的混乱添些木炭。”他说完之后，挡板后面的主教一时竟没有给予回应，似乎被走私军火这件事情惊到，短暂不知该怎么组织语言了。告解室内顿时出现了尴尬的静默。这就吓住了，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这么坦率这么直接的忏悔者？要是我说我正谋划一起对半神的谋杀，正躲避着欲望母数和真实造物主的注视，你还不得跳起来？克莱恩腹诽了几句，继续说道：“我年轻的时候确实很享受冒险的生活，从铁、血和火里寻觅财富。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更希望有宁静的未来。我本来应该拒绝，可我无法战胜内心的贪婪，这是一件足够诱人的生意，而且有助于我在贝克兰德上流社会站稳脚跟。我忏悔，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喧闹和混乱。”木条挡板后的主教终于有了回应，嗓音柔和的说道：“不要害怕，不要徘徊，一定程度内的贪婪是无需有罪恶感的，只要你不伤害到无辜者，不犯下圣典上记载的罪行。去做吧，遵循自己的内心，做出最想要的选择，只有这样，你才能一步步的真正的认清教义，明白那些话语的真谛，无需为难。记住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真诚的认错和忏悔都是值得赞扬、值得宽恕的。愿女神庇佑你，赞美女神。”克莱恩再次于胸前顺时针画出绯红之月。他这次前来圣塞摩尔教堂，就是想借忏悔的机会，把自身将要做军火生意的事情告知教会，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以此窥探女神对自身的态度。没有再多说什么，克莱恩缓缓起身，离开告解室，沿着过道走向了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大祈祷厅的角落坐着位女士，她套着戴兜帽的黑色长袍，涂着蓝色的眼影和腮红，有种妖异的美感，正是曾经的通灵者戴利西蒙尼。戴利抬起脑袋，同样注意到了道恩唐泰斯，表情顿时略有点恍惚，似乎在刚才祷告时已经睡着，进入了梦境。克莱恩几乎不可察觉的点了点头，礼貌做出致意，然后接过贴身男仆理查德森递来的帽子和手杖，步伐不快不慢的走出了大祈祷厅。戴利收回目光，低视起前方的椅背，慢慢又闭上了眼睛。走出圣塞摩尔教堂，克莱恩立于台阶边缘，停顿了2秒。前方的大广场上，白鸽们腾的一下全部飞起，遮蔽了观赏者们的视线。不到2刻钟后，弟弟的伦纳德就听说之前排查过的道恩唐泰斯即将成为与官方合作的走私军火去西拜朗的商人。他究竟想做什么？伦纳德又一点点皱起了眉头，完全无法理解那个不死怪物的想法。第123章新访客。从圣塞摩尔教堂回到伯克伦德街160号时，克莱恩看见戴白手套的管家瓦尔特迎了上来。先生，刚才有人送来名片，说他的雇主希望在4点到5点间拜访您。瓦尔特表情沉稳的说道。克莱恩回想了下可能会是哪位访客，却找不到头绪，遂轻轻颔首道：“他的雇主是谁？”瓦尔特左右各看了一眼，见男仆和女佣们都离得较远，才开口回答道：“辛德拉斯男爵，辛德拉斯男爵，那位依靠保守党和尼根公爵获得爵位的千万富翁，王国最有名的银行家和企业主之一。我之前帮助玛丽夫人购买考伊姆公司的股份，竞争对手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们。他为了这件事情亲自拜访我，也就是13000镑左右的交易，对他来说根本没必要啊。”克莱恩边思绪电转，边走向了通往2楼的阶梯。瓦尔特落后半步，跟在旁边道：“先生，如果您不想见辛德拉斯男爵，我等下会告诉他，您在圣塞摩尔教堂听主教布道，耽误了时间，也许得很迟才能回来。”这位管家的潜台词是，辛德拉斯男爵是风暴之主的信徒，不可能直接去圣塞摩尔教堂找人。克莱恩想了想，
微微一笑，温和说道：“这是一位在银行业极有影响力的贵族，以后肯定还会有交集，不得不和他见面。等下安排在2楼阳光最充沛的那个小客厅。”据克莱恩所知，辛德拉斯男爵是贝克兰德银行的第3大股东，南威尔人银行的第1大股东，在鲁恩王国的银行业里，绝对是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之一。是，先生。瓦尔特没再啰嗦。下午4点10分，克莱恩在预设的小客厅内见到了经常出现于报纸上的那位访客。唯一和他想象不同的是，3点之后，贝克兰德云层变厚，天色渐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没有了让人感到开朗和温暖的阳光。辛德拉斯男爵则与报纸刊登出来的那些照片完全一致，掺杂银丝的黑发整齐后梳，露出了宽阔的脑门和略高的发际线。他脸型较圆，但缺乏足够的肉来支撑，颧骨颇为高耸，各处皱纹条条分明。与他这个年纪的大部分鲁恩人不同，辛德拉斯男爵没有蓄须，脸颊刮得干干净净，一双蓝眼浅到近乎无色。他身边跟有一个贴身男仆和一位保镖，都是外形不太引人注意的那种。前者最大的特征是头发已有点稀疏，后者剃着短寸，却有一把从耳朵位置延伸至下颌的浓密胡须。下午好，尊贵的男爵，很荣幸您来做客。克莱恩以手按胸，行了一礼。正常来说，主人面对访客，更多是前倾身体，伸出右掌，行握手之礼，但此时此刻，他面前的是一位贵族，必须更加客气。辛德拉斯男爵轻轻颔首，微笑致意道：“不，你不需要客气，我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一位经历过很多事情、对南大陆非常了解的绅士略作寒暄，两人各自入座。贴身男仆和保镖们侍立于旁边。克莱恩正要开口，辛德拉斯男爵以姿态平和而亲近的说道：“唐泰斯，我很佩服你这样的人，不是谁都能从混乱的南大陆攫取到财富的，这必须具备足够的胆量、直面困难的勇气以及惊人的判断力。我当初濒临破产的时候，也想过去南大陆重新开始，可惜我不是一个勇敢者。”辛德拉斯男爵虽然是后来才成为贵族的，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出身。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得益于殖民地的开拓，从海上贸易里赚到了不少金钱，是相当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则投资工业，积累起了足够的名声和不少的工厂。到了他这一代，背靠丰厚的家产，冲进了蓬勃发展的银行业，成为了鲁恩最早的千万富翁之一。这个过程中，辛德拉斯男爵有遭遇3次失败，但都一一走了出来。其中最凶险那次，他创办的南威尔人银行出现严重的信誉危机，遭到挤兑，真的差点破产。总是围绕我在南大陆的经历交流，这是想告诉我，他已经发现我的身份来历有问题，借此做个警告。呵，他大概想不到，他反复提及的南大陆经历全部是假的。克莱恩内心嗤笑了一声，表面很是正常的回应道：“那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绝大部分去南大陆的人确实拥有冒险精神，但也只有这个不等辛德拉斯男爵开口，他转而笑道：“我之前差点雇佣里巴克先生做管家，他说您是一位很好的雇主。”辛德拉斯男爵静静听完，叹了口气道：“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我是那么真诚的希望里巴克能继续做我的管家，但他无法战胜立场上的矛盾。”说到这里，辛德拉斯男爵看着儒雅英俊的中年绅士道恩唐泰斯，端起仆人送来的红茶，轻轻抿了一口道：“我也真诚的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希望你能将考伊姆公司那3%股份转让给我，我会给出你无法拒绝的条件来了。不过我和玛丽夫人间是有合同约束的。”克莱恩沉默了2秒，叹息笑道：“我非常重视信誉。”听到这样的回答，辛德拉斯男爵表面没有任何恼怒，半是诧异半是好奇的笑道：“你不听一下我给出的条件？”道恩唐泰斯形象的克莱恩故意苦笑着摊了下手道：“我害怕我无法拒绝。”哈哈，辛德拉斯男爵顿时笑了出声，慢慢站起道：“你像传闻里一样风趣，同时有着传闻里没提到的坚定意志。”他望了眼自己的保镖和贴身男仆，噙着笑容对道恩唐泰斯道：“和你做合作伙伴肯定比当竞争对手强。好了，我该告辞了，还有不少事情等着我处理。”这是真诚赞美，还是暗藏有威胁？克莱恩不是观众，解读不出那么细微的意思，只能厚颜回应道：“我同样有类似的感受，期待在别的领域能有和男爵您合作的机会。”一身正装打着领结的辛德拉斯男爵微笑点头，没再多说，
被道恩唐泰斯带着管家和男仆一路送出了正门。看着那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逐渐远去，管家瓦尔特忽然开口道：“先生，您是否需要临时请几位保镖？”啊！克莱恩差点没反应过来自己管家的意思。见雇主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瓦尔特补充道：“有的时候，商业领域的竞争也会带来人身安全上的问题。”管家先生也听出了辛德拉斯男爵潜藏的威胁意味。克莱恩微勾嘴角道：“我并不担心这个。因为这里是贝克兰德，因为我已经在黑夜教会那里挂上号，因为我正准备和军方合作，所以我才没担心会遭致超凡领域的报复，没担心事情会像英蒂斯大使那次一样发展。而且辛德拉斯男爵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成功人士，不可能那么鲁莽。”克莱恩在心里默默想到。瓦尔特试图再说点什么时，他又呵呵一笑道：“不过谨慎永远是一个好习惯。可以请2位保镖，让他们暗中提供保护，尽量不要被家里的仆人们发现。”“好的，先生。”瓦尔特立刻做出了回应。克莱恩想了想，又对他说道：“去一趟马赫特议员家，邀请他和他的夫人、女儿到英蒂斯塞伦佐餐厅共进明天的晚餐。如果他们没空，可以顺延他这是打算告诉马赫特议员，自己准备接受军方的考验，完成一笔小批量的军火交易。本来最方便的办法是他直接去马赫特议员家拜访，随意提上一句，但考虑到海柔尔身边也许存在一位偷盗者途径的半神，于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现自己身上的灰雾气息，克莱恩改变了主意，将地点定在了外面的餐厅。那样一来，根据克莱恩的判断，未能成功寄生海柔尔的那位是没法一起行动的。休躲在树木阴影里，看着一辆棕色的马车缓慢驶过，拐向了皇后区某条街道。那辆马车上有一个明显的纹章，主体是一朵花和2个指环，这属于鲁恩王国的宫廷侍卫长斯特福德子爵。修建没有什么发现，沮丧地离开了藏身地点，去附近乘坐公共马车，一路返回至贝克兰德桥区域，步行入东区，来到达拉维街的酒馆，修在一位位醉鬼的避让下，顺利抵达吧台，直接询问起擦拭杯子的酒保：“有什么新的委托吗？”酒保顿时笑了起来：“有，之前那个花200磅悬赏几个骗子的瓦尔特管家又给了新的委托，很简单，暗中保护他的雇主几天，报酬面谈，肯定丰厚。他对你上次完成任务的效率很满意，指定我们优先询问你，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休对那位管家和他的雇主印象相当深刻，因为他们花了足足200磅寻找只骗了1000磅布料的骗子，很慷慨，付钱很爽快。休略作回想就点头道：“好的。”第124章保镖上门。乔伍德区一栋房屋内，休刚开门进来，就闻到了一股油炸食品的香味，忍不住抽了抽鼻子，望向厨房道：“福尔斯，难道还会有别人？”福尔斯从厨房探出脑袋，笑着反问道。休放下手里拿着的报纸，半是诧异半是嘟囔的回应道：“你还记得你多久没进过厨房了吗？”早上弄烤吐司的时候不算。福尔斯重新回到了厨房，只有声音飘出：“我选择外面的食物，是因为它们更好，而现在周围几条街道都没有好的炸鸡。我突然很想吃这个，从英蒂斯传过来的食物里，我最喜欢它。”休走到厨房，背靠门框，看着福尔斯忙碌准备晚餐，斟酌了下道：“我接了个委托，每天100磅，3到5天，但需要再找一个帮手。你之前不是很缺钱吗？要不要一起？我的财政状况其实已经好转，不过每天50磅的任务也算不错了，能多攒点就多攒点，以后还有很多花钱的地方。”福尔斯一边盯着装满油的铁锅，一边问道：“什么样的委托？”他已自动在心里算出自己能拿到的报酬。修理了理又有点毛糙的金发道：“暗中保护一位叫做道恩唐泰斯的富翁，他遭遇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很危险？”福尔斯谨慎问道。修回想了下道：“好像是生意上的纠纷，竞争对手威胁了他。这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的，贝克兰德的厉害非凡者们不太会做类似的冒险，这很容易暴露自己，被职业者、待罚者们盯上，也许那边是个疯子呢。不能排除这个可能。”福尔斯反驳的同时，自然就想到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这位先生就是敢于在贝克兰德做大事的疯子。他顿了顿，捞起炸的鸡块道：“既然你已经接下了任务，我最近也没什么事情，那就一起吧。还好，这是暗中的保护，不会被人发现我在做保镖，否则我都没法参加上流社会的那些文学沙龙了。
呵呵，其实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在体验生活，我在搜集素材。我下一本小说要写女保镖和男雇主的故事。休对福尔斯喜欢发散思维的习惯早已适应，再次抽了抽鼻子道：用完晚餐，我们就过去吧。伯克伦德街160号，克莱恩在主卧盥洗室内布置仪式，进入了会晤之上。他打算在管家瓦尔特雇佣的保镖过来前处理些杂事，免得之后几天不方便去做。而这些杂事里，最重要的是确认蠕动的饥饿的情况。坐至属于愚者的位置后，克莱恩让那只人皮手套从杂物堆里飞了过来。经过一番占卜检查，他发现蠕动的饥饿这次相当倔强，负面效果没有任何改变。这是被 A 先生感染了，绝不放弃对真实造物主的赞颂。克莱恩嘴角抽了抽，认真思考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找办法恐吓他。不，怎么能叫恐吓，应该说是在保持主动地位的前提下进行友善的沟通。克莱恩手指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无声自语道：反正等下得写信给阿兹克先生，可以顺便提一提蠕动的饥饿封印失效的事情，还可以随身带些蘑菇。不行，这虽然能让蠕动的饥饿不再赞颂真实造物主，但也会导致他无法使用。找弗兰克再要几个原版的变异蘑菇，看能否有别样的效果。确定好思路，克莱恩将阿兹克铜哨和冒险家口琴丢入了献祭与赐予之门，自己随之返回现实世界，收起物品，处理好了痕迹。离开盥洗室，克莱恩走至书桌前，取出信纸和钢笔，斟酌着写道：尊敬的阿兹克先生，太久没有给您写信，不知道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一些变故，您对蠕动的饥饿做的封印已经失效，您能否给我相应的办法？我想重新做次处理。您听说过灵界掠夺者这种生物吗？它处于什么层次？有怎样的特点？常活跃于哪些区域？我最近可能要去一次南大陆，如果有获得死神的新情报，会及时写信告诉您。放下钢笔，反复读了2遍，克莱恩将信纸折好，拿起铜哨，凑至嘴边，吹了一下。无声无息间，一根根白骨从地板上冒出，喷泉一样涌向了半空，组成了高近4米的巨大骷髅。那骷髅低头俯视了道恩唐泰斯1秒，主动弯下腰背，垂落右臂，摊开了手掌。这信使越来越有礼貌了。克莱恩满意点头，将刚写好的信交给了对方。白骨信使没有停留，瞬间崩解，瀑布般落至地面，迅速消失不见。克莱恩暗中舒了口气，收回视线，继续写信，对象是弗兰克。你上次给的那种干蘑菇不错，还有吗？我之前提到的想法，你觉得有实行的可能吗？如果你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写信告诉我。折好信纸，克莱恩将冒险家口琴拿起，同样轻吹了一下。他旋即看见信使小姐雷妮特·提尼科尔出现于旁边，依旧没有头部，身穿繁复阴沉的长裙，提着4个金发红眼、长相艳丽的脑袋。你能定位弗兰克里吗？克莱恩抱有较大信心地问道。毕竟信使小姐和普通信使不同，是半神层次的灵界生物。正常情况下，信使只能定位契约者和使用了召唤仪式的人，而后者有距离的限制，一旦离开仪式地点太远，信使将无法找到。雷妮特·提尼科尔手中的4个脑袋同时转向，望着克莱恩道：是那个什么都想中到秃里的人吗？弗兰克究竟做了什么，让信使小姐印象如此深刻？之前我回信的时候，他还说希望他没死。克莱恩郑重点头道：是的。雷妮特·提尼科尔那4个脑袋依次开口道：可以定位，我有标记他啊。克莱恩听得嘴巴半张，险些忘记自己的目的。可怜的弗兰克，不，强大的弗兰克，竟然让信使小姐特别标记了他，愿女神庇佑他。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将手中的书信递给了雷妮特·提尼科尔，麻烦你交给弗兰克，他会支付你金币的。雷妮特·提尼科尔手中一个脑袋张开嘴巴，咬住了信纸，然后直接进入灵界，无法再被观察。处理完杂事，克莱恩把铜哨和口琴留在了身上，下至2楼享用起晚餐。吃到一半，管家瓦尔特从外而入，凑至道恩唐泰斯耳边道：保镖已经来了，是之前那位修小姐和她的朋友，我会安排他们暗中提供保护的。修小姐和她的朋友，不会是魔术师小姐吧？克莱恩一时不知该说点什么，只能轻轻颔首，
表示已经知晓。他的灵性其实并未感应到有人入侵房屋，不过这很正常，现在并非所有人都已安眠的深夜那个时间段，哪怕一点点异动也较为明显，除非克莱恩专门在关键地方用灵性留下会被察觉的标记，或者进入房屋者对他抱有不小的恶意，否则很难有所发现。3楼另一间卧室内，修和福尔斯各自占据一边窗帘，透过玻璃看着下方的花园。这就是我梦想的住处，等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会在风景美丽的地方买一栋这样的房屋。不，我还是选择贝克兰德，这里美食更多更方便，福尔斯由衷的说道。说完之后，他又在心里叹息了一声，可惜我有满月诅咒，只能继续提升自己，要不然我上次会留下一栋房屋而不是现金。修循着好友的目光望着外面，低声说道，我小时候住的就是这样的地方。福尔斯瞄了眼修，因为不知该怎么说，遂岔开话题道，我们该怎么提供保护？修收回目光道，道恩唐泰斯先生没出门没访客的时候，就躲在房间里，注意四周，防备有人潜入。有客人拜访时，我们进入隔壁，密切留意动静，随时开门过去救人。如果道恩唐泰斯先生外出，管家先生会提前告诉我们，我会躲到马车下面保护，而你另外找车跟随。修，你越来越专业了。福尔斯认真的赞美了一句，随即轻笑道，我刚才有看到那位道恩唐泰斯先生的肖像画，如果不是你说过这次的危险源于生意上的竞争，我甚至会怀疑问题来自情感的纠纷。福尔斯话音未落，突然看见一辆马车停到了房屋大门外面，陆续走下了几位穿黑白格制服的警察。什么情况？他望向好友，发现修也是一样的疑惑。2楼小客厅内，克莱恩见到了4位警官。道恩唐泰斯先生，你认识卡隆先生吗？卡隆，克莱恩略作回想，就记起这是卖考伊姆公司股份给自己的先生。认识，他怎么了？克莱恩平静问道。为首警官还算客气的回应道，他自杀了，另外他有留下一封遗书，指认你逼迫他出售股份，用各种不光明的办法折磨他，导致他精神极度抑郁，而他的家人为他遗书的内容提供了证明。第125章感慨，卡隆自杀了，用遗书指认我逼迫他出售股份，他的家人还能为此提供证明。克莱恩一边听着为首警官的陈述，一边消化着相应的内容，于脑海内生成了一个个疑问。等到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后，他第一反应是辛德拉斯男爵出手了。这位大银行家在寻求合作失败后，毫不犹豫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展开了后续的行动，没有一点保留。而且他明显搜集到了足够的情报，知晓道恩唐泰斯与黑夜教会、与马赫特议员和他背后的势力产生了一定的瓜葛，如果直接对付，容易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选择交易另外一方的卡隆为突破口，这样更间接更安全，但同样的凶狠和毒辣。这完全没把普通人的生命放在心上啊！克莱恩豁然想起了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里倒下的一个个无辜者，心里难以遏制的涌现出愤怒的情绪。他们咕噜上冒，又一片冰冷。克莱恩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脸部表情，让自己显得更加错愕，仿佛没听明白般反问道，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为首警官严肃点头道，如果没有足够的线索支持，我们是不会上门打扰您这样一位绅士的。道恩唐泰斯先生，麻烦您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表面沉稳不怒，思绪疯狂转动的克莱恩正要开口回应，忽然捕捉到了一个不符合逻辑的点。不管怎么样，在当前的鲁恩王国，杀人都是重罪，以辛德拉斯男爵的身份、地位和人脉网，要对付一位刚来贝克兰德2个月的外地富翁，至少还有几十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完全没必要弄到这种程度。要知道，他这个层次的上流社会人士，或多或少都应该能了解或接触到一定的非凡力量，很清楚世界上存在种种不可思议的方法能追查到真凶。如果不是有完全的把握，冒险杀人栽赃陷害绝对是最下等的选择。若辛德拉斯男爵能借助自身的势力强行压下官方非凡者的调查，那他用别的办法肯定更加有效，更为简便。就算他暂时还不清楚我即将与军方合作，也肯定能知道我与黑夜教会与马赫特议员的关系，不会这么简单粗暴的行事。最重要的是，既然他都能为了那3%的股份雇凶杀人，那早干嘛去了？早点把枪口对到卡隆的脑门上，事情已经没有波澜的解决了。
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看了对面的几位警官一眼，没立刻给出答复。而这间小客厅的隔壁，休和福尔斯靠在墙边，利用后者打开的小门，将刚才的对话没有一点遗漏的听入了耳中。怎么办？如果警察一定要抓他，我们要不要提供保护？缺乏足够赏金猎人经验的福尔斯忙压低嗓音询问好友。他没想到生意上的纠纷竟然演化为了一起涉及人命疑似诬陷的案子，预想的敌人也从入室的强盗行刺的杀手变成了警察，一时不知该怎么应对后续了。休也很是为难。正常来说，保镖只用对付非法侵害者，可是他们给的报酬足够丰厚。福尔斯听的又是惊讶又是好笑，遂反问道：如果他真被抓去了监牢，你想劫狱？先不说危险不危险的问题，这样一来你也会被通缉，没法再做赏金猎人。到时候你打算和这位先生一起逃到别的地方。说着说着，已构思出一个故事的他发现道恩唐泰斯有了动静。这位鬓角斑白的儒雅绅士侧头看向瓦尔特管家，嗓音平稳缓和的说道：两件事情，第一，去拜访辛德拉斯男爵，告诉他有人要陷害他。管家瓦尔特少见的露出了错愕和不解的表情，难以理解雇主为什么会这么吩咐。在他看来，这件事情极有可能就是辛德拉斯男爵幕后推动的，去拜访对方不会有任何作用，只会遭受羞辱。克莱恩笑了笑道：他刚来这里做客，因那3%的股份威胁我，卡隆先生跟着就出了事，很难让人不怀疑他。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他一下，这是绅士应该有的风度。几位警官听得微微动容，莫名觉得事情也许比想象的更加复杂。管家瓦尔特则有所恍然，当即回应道：好的，先生，我会立刻去拜访辛德拉斯男爵，并把这件事情告知您和他的朋友们。这样一来，事情如果不是辛德拉斯男爵做的，那后续的麻烦将由他解决。若真是他幕后策划，以好心提醒的名义把他牵扯进来，把消息传扬出去，能制造足够的舆论压力，让马赫特议员等人的拯救变得简单。聪明，好的管家就是省心。克莱恩暗赞2声，继续说道：第二件事情，请我的律师过来处理这个小麻烦。吩咐完管家和贴身男仆，克莱恩才望向对面的几位警官。好了，我跟你们回警局，不会让你们为难。不过在我的律师抵达前，我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为首警官松了口气，点头说道：感谢您的配合，唐泰斯先生。此时小客厅隔壁，福尔斯连忙道：要跟上去吗？要，我现在就躲去马车下面，跟着前往警局。我们不能保证那几个警察是真的。休相当谨慎的回答道。他顿了顿，抓紧时间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福尔斯想了一秒，认真感慨道：贵族和富豪们真可怕。休愣了愣，没再多说，走到窗边，将手一按，轻巧就跃了下去，落至建筑物的阴影里。几分钟后，克莱恩和其中2位警官登上了属于道恩唐泰斯的马车。坐下时，他望了眼厚厚的地毯，表情未有任何变化。到了警察局，克莱恩被直接带入了审讯室，但不管负责的警官怎么询问，他都不做回应。等到他的律师抵达，他才给出陈述，说自己只和卡隆见过一面，说收购股份的谈判全部由专业团队负责，他没有具体参与。他反复说着这些内容，其余全部表示不知情，让对面警官完全找不到突破口，直至被喊了出去。过了一阵，负责录口供的警官走了回来道：好了，你可以离开了，有身份尊贵的先生为你提供了担保。缴纳了保释金，克莱恩没立刻起身，坐在椅子上抬头问道：谁？那位警官一下充满了尊敬的意味。辛德拉斯男爵。克莱恩顿时露出些许笑容，慢悠悠起身，带着律师走出审讯室，和管家、贴身男仆会合。他在警察局门口又一次见到了辛德拉斯男爵。这位大银行家的头发依旧整齐厚梳，银白与乌黑交错，旁边站着贴身男仆和大胡子保镖。感谢你的提醒，唐泰斯，很少有人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像你这么镇定，这么敏锐。辛德拉斯微笑上前2步，伸出手掌和克莱恩握了一下。克莱恩笑着回应道：我只是信任您的品格。辛德拉斯男爵当然不会相信他的客套话，找了个借口，带着保镖登上了道恩唐泰斯的马车。至于那位贴身男仆，被他打发去了自家豪华马车上，以督促车夫跟在后面。窗外梧桐后掠中，辛德拉斯男爵主动开口道：唐泰斯，
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做出的判断？克莱恩看了眼旁边的管家和男仆，呵呵笑道：2点。第一，我认为男爵您还有更好的办法，不会做这么粗暴的事情。辛德拉斯男爵喝了口马车上的白葡萄酒，呵呵笑道：确实。克莱恩嘴角动了动道：我很好奇是什么办法。他只是随口这么一问，本没有奢望能获得答案。辛德拉斯男爵却笑笑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很简单，你不是想进入上流社会吗？我打算请几个不同年龄的女孩，在不同的社交场合控诉你玩弄他们的感情和身体，却不愿意负责任。如果有必要，再找几个小孩来抱住你的腿喊爸爸，或者请些平民控告你勾引他们的妻子，破坏他们的婚姻。这里是鲁恩，风气相对保守，没谁喜欢接纳这样的人做朋友。同样的，重视婚姻和家庭的黑夜教会也将疏远你。这种事情难以澄清，却又不大，他们不会动用自身力量帮你调查的。等你终于找出漏洞，固有的形象已经传播出去，你觉得还会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的解释？你只是个初来者，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声望，不是那么可信。当然，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我会用我的名誉为你担保。这是第一步。现在嘛，他不会发生了。克莱恩听得差点呆住，觉得自己和这种一步步建立起商业帝国的大银行家相比，还是太稚嫩了。我觉得我该说一声谢谢。他表面不动声色的含笑回应了一句，转而说道：第二点，如果您一定要拿到那3%股份，以你的财力，我根本竞争不过你。那时候你逼迫卡隆先生，总比之后杀掉他好。辛德拉斯男爵抬起右手，用指头抵住额角，笑了2声道：不，你错了，我是一定要拿到那3%股份的。不过你也说对了一点，我确实已经给卡隆准备好了一份无法拒绝的报价，可是他突然做出决定，以极快的速度和你完成了交易，让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克莱恩眼睛微眯，忽然沉默了下来。回到伯克伦德街160号，修绕了个圈，重新潜入3楼，看见了轻松开门而入的福尔斯。怎么样，没发生什么事情吧？之前只是跟在远处的福尔斯好奇问道。休略显木讷的摇了摇头。没有。他旋即露出感慨的表情道：贵族和富豪们真可怕。